萌萌妹妹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跟姐姐在医院看望同学，准备要回家。杨毅表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萌萌妹妹，有件事我想一定要跟你说。顾安的心瞬间提了起来。20分钟前，姑姑自己坐轮椅从房间里出来，陈姐在厨房没有陪在身边，她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滚落到1楼的时候，人就已经昏了过去。小萌萌空白了一瞬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现在准备去医院，他的生命指标还算是平稳，外伤看不出什么，具体的要等检查才知道。表哥，外公他知道简元新他送去急救的事吗？可以不让他知道吗？晚了。简阳一叹了一口气，管家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就给爷爷打了电话，爷爷他已经知道了。顾家这边准备吃晚餐。萌萌呢？怎么没下来吃饭？下午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他接了简阳毅的电话，然后就一直不开心，我怎么问他都不说，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嫣嫣，你同学的妈妈不是已经决定起诉离婚了吗？萌萌怎么还不开心？我听保镖说了你们在病房里的事，是那个老东西惹我女儿不开心了吗？顾灵烟摇了摇头，应该不是。外出回来的林洛星坐下长舒一口气，别猜了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简元新他从别墅3楼上滚了下来，现在昏迷在医院抢救呢。简阳毅让简家那个跟在简元新身边的陈姐给我打电话说，虽然这次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，但简元新的肾衰已经到了最后期，滚落楼梯这种危险的情况必然会磕碰到他那颗肾，所以肾移植要提前了。那简老爷子呢？也在医院，这会估计已经做完全身消毒，已经在准备着了。怪不得萌萌会把自己关在房里。肾移植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是说简外公要把肾脏移植给妹妹之前的那个妈妈吗？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。是的。2楼萌萌房门前，萌萌宝贝，怎么没下来吃饭呀？晚上阿姨做了你爱吃的可乐鸡翅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房间里没有动静。妈妈的宝贝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说出来跟妈妈讲好不好？萌萌，简家发生的事情我跟妈妈都知道了，也知道你难过，但你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呀。房间里依旧没有回音。萌萌，你再不回答，我跟妈妈就进去了。房门推开，小萌萌并没有开灯，只能看清床上隆起了一团。萌萌宝贝，顾灵烟钻进去慢慢抱住妹妹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被子里姐妹俩彼此相依，小萌萌尽力遏制着抽泣。姐姐在呢，我不想出去。我知道的，不想出去，那就不出去，我陪着你。被子里又闷又热，刚刚小萌萌不知道一个人哭了多久。妹妹，简外公和你那个妈妈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萌萌紧张地看着嫣嫣，就算简外公真的要给那个女人移植肾脏，也不一定真的会有什么事情。真的吗？可是外公年纪那么大了，他上半年才刚刚生过病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当然是真的了，别的不说，我们家这么有钱，简外公家也那么有钱，现在的医生都那么厉害，我觉得简外公原本就会活到100多岁，现在身体里少了些东西，可能会减掉一些寿命，但是100减掉10岁，也有90岁呀。姐姐，小萌萌目光失落看着顾灵烟，顾灵烟抬手抹掉她眼下的泪水。你看呀，你今年5岁，简外公75岁，75岁距离90岁还有15年，那15年后你就20岁了，到时候你都已经差不多大学毕业了，没准妹妹哪天结婚了都说不定呢。会这样吗？当然会了，简外公那么疼你，他连简氏的股份那么重要的东西都只给了你一个人。妹妹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可是姓顾的，连你表哥简阳毅都只得到了简氏的经营权，你说他得多在乎你？好像是这样的。对呀，他本来就很疼你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怎么也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看着你长大的。顾灵烟安慰了小萌萌好一会，小萌萌才慢慢的从被里钻了出来。林洛星心疼极了，连忙抱了上去。妈妈的好宝贝，妈妈。萌萌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需不需要爸爸送你去医院见你外公？小萌萌摇了摇头说，爸爸妈妈，我有些不舒服。顾叶白和林洛星一听立刻紧张起来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嗓子痛，头痛，眼睛也痛，总之就是非常痛。嗓子痛头痛，他不是要感冒吧？顾叶白手背贴到小萌萌额头，是有些热，我让刘管家叫医生过来。叶白让刘管家打完电话，先找个体温计过来。妈妈，我真的很难受，能不能不量体温？我不想量体温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想应该是重感冒了。你摸摸我的额头、手，它们都很热，所以我一定是得了非常重的感冒。顾叶白和林洛星一愣，还没见过哪个小孩一直强调自己生病的。萌萌，身体不舒服就要看医生，如果真的没发烧生病，爸爸妈妈也会放心些。爸
爸爸妈妈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生病了，我很难受。外公他那么心疼我，听说我生病了一定会来看我的，你们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看我好不好？小萌萌吵着自己生病的原因，简直让人心疼。宝贝，你外公他……妈妈，小萌萌拉住林洛星的手，妈妈，你就让外公来见我好不好？他那么疼我，姐姐都说他那么疼我，我生病了他不会不来看我的。妈妈，你摸摸我的额头，你摸摸真的很疼，你马上就给外公打电话好不好？外公他不能继续在医院待下去，他不能在医院待着。顾叶白把已经失控的小萌萌抱到怀里安抚。乖女儿，简元新从楼上滚下来，现在正在抢救，你外公也早就做好了肾移植的准备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原本爸爸还有应对的办法，可现在……小萌萌无助哭泣。爸爸，我不要失去外公。过了一会，实在放心不下小萌萌现在的状态，就带着小萌萌和顾灵烟开车赶往了医院。另一边，简元熙他们准备要采取行动了。儿子，你说这能行吗？简元熙和王若梅紧张的头全是汗。应该没事，今晚负责给老爷子做手术前准备的大夫是二叔联系的，我只要扮成医护人员，把药打进老爷子的输液袋里，保准他下不了手术台。事到近前，王若梅犹豫了起来。元熙呀，你爸他都75了，做的又是换肾的手术，你刚说他下不来手术台，这可是换肾手术，没准他不用咱们做什么救，要不咱们这药还是不下了吧？从进医院开始，我的右眼就一直跳个不停。毕竟是父子，简元熙也不希望简老爷子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但王若梅说的是事实，简元熙有些被王若梅说动。正在他犹豫的时候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简元熙一看，正是简二叔发来催促的信息。不能再等了，二叔已经召集了同意更改遗嘱的董事，就等着老爷子手术失败了。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小萌萌因担心外公的状况不吃饭，自己闷在被子里面哭泣。最后担心小萌萌，顾叶白就带去医院看望萌萌的外公，没想到碰到了简元熙要伤害萌萌的外公的画面。
经被警察带走。顾萌萌一边哭一边拽着医生的衣服。医生，你快救救外公，快点救救外公！顾叶白上前把顾萌萌抱在怀里。萌萌别急，先让医生给外公检查。医生检查了一下简老爷子的情况，他现在心律不齐，呼吸微弱，我们要对他做全面检查。顾叶白点了点头，掏出从简元熙身上搜出来的针管。这是凶手作案工具。医生接过针管，面色凝重的出去安排人过来给简老爷子做检查。顾萌萌担心的趴在顾叶白怀里小声哭泣。外公这么好，舅舅为什么要害他？顾叶白心疼的叹了口气。萌萌，大人的世界很复杂，以后你慢慢就会明白了。顾凌烟拉住林洛欣的胳膊。妈妈，你猜萌萌的舅舅可以成功伪装成医生，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帮手？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妈妈。
让外公抱抱。顾萌萌晃了晃手上还在输液的针头。外公，萌萌还在输液呢。好，那你别乱动。出院之后，顾萌萌跟着顾叶白回到了顾家，而简老爷子则回了简家。顾家老顾得知简老爷子精神错乱之后，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老简人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老李指了指楼上，老爷在楼上，我带您上去。老简了，听说你精神错乱了。简老爷子坐在床上，闻言放下手机。你是谁？你才精神错乱，你全家都精神错乱。老顾不乏一顿，随后跑到简老爷子面前，对着他左看右看。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是精神错乱的样子。简老爷子皱着眉头瞪了他一眼。我根本不认识你。老顾伸手捏了一下简老爷子的脸。叶白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这个样子确实还挺可爱的。简老爷子一把拍开老顾的手，别碰我，老李把他赶出去。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请了多。
到洗手间门口。我在这里等你。顾萌萌点点头，推开洗手间的门，就看到于可可站在水池边。于可可以为顾萌萌是来要胸针的，见他朝自己走过来，伸手上前推了他一下，顾萌萌差点滑倒。于可可，你已经抢了我的胸针，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于可可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谁让你总是在老师同学面前出风头的？”顾萌萌不想跟他争论，转身想走，却被于可可拽着胳膊不放。你是不是又要去找吴老师告状？顾萌萌摇摇头，我只是想上厕所。骗人！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于可可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把顾萌萌推倒在地，结果被顾萌萌侧身避开，而于可可因为失去重心，整个人朝前栽去，扑通！于可可摔进墙边的水桶里，全身上下都被污水弄湿。于可可气急败坏地放声大哭。当精灵和其他同学听到声音进来时，就看到于可可满身狼狈地坐在地上。顾萌萌伸手想去把于可可拉起来。于可可，你还好吗？我要告诉老师，你居然敢打我！精灵走到顾萌萌身边，小声询问：“萌萌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按照精灵对萌萌的了解，她那么善良，是绝对不可能对于可可做什么的。顾萌萌摇摇头，他想推我，然后自己摔倒的。于可可从地上爬起来，结果脚底一滑，又再次摔倒在地。你们所有人都欺负我！洗手间里传出于可可凄惨的哭闹声，一时间所有人都认为就是顾萌萌欺负于可可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吴老师走了进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萌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夏天仅凭一串数字就帮顾萌萌解除危机。午餐时，顾萌萌才想起来自己同时答应夏天和顾灵烟两个人的午餐邀约。
本来想为于可可出头，结果却意外把于可可撞进医务室。吴老师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顾萌萌。
白撞在秋千柱子上。哎呀！小萌萌吃惊地从秋千上跳了下来。外公，精神错乱的简老爷子因为没站稳，撞晕在了柱子上。外公，你怎么样了？顾叶白连忙跑过来查看。萌萌别急，让爸爸看看外公怎么了。林洛星喊来老李，管家，麻烦你喊人过来帮忙把简老爷子送进屋里，再安排家庭医生过来检查一下。老李点点头，刚要转身，就听到简老爷子捂着额头喊疼。哎呀，我这头上怎么这么大一个包啊！小萌萌见外公醒了，吓得嚎啕大哭。外公，你刚才吓死萌萌了。简老爷子看见四周，又看看小萌萌，怎么了，乖宝乖？外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简老，您刚才撞在柱子上晕倒了。简老爷子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我的头会这么疼。对了，你们都在这站在干什么？先进屋吧。顾灵烟发现简老爷子的反应有些不同。萌萌外公，您认识我吗？简老爷子不明所以的点点头。我当然认识你，你是嫣嫣啊。林洛星困惑地看向顾灵烟，以他对女儿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无缘无故问这种问题。嫣嫣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没发现萌萌外公不像刚才那么严肃了吗？林洛星和小萌萌齐齐看向简老爷子。你的意思是简老恢复了？小萌萌也惊喜地拽住简老爷子的胳膊。外公，你记起来了吗？你认识我们了吗？简老爷子挠挠头，我记得自己在医院。哎呀，对了，简元熙这个畜生给我打了什么药水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简元熙已经被抓起来了，那针剂里面的成分也已经检测过了，是一种足以让人脑部神经坏死的强效药物。小萌萌气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舅舅怎么能对外公做这么坏的事情？真的是太过分了。顾灵烟附和的点点头。就是萌萌外公人这么好，他居然能对自己亲生父亲下毒手，简直丧心病狂。简老爷子气得浑身颤抖。这个畜生，他就是嫉妒我对萌萌好。顾叶白点点头。简老，你刚恢复，不适合情绪波动太大。我们先进去再说吧。简老爷子点点头。好。顾叶白扶着简老爷子进屋，家庭医生检查之后确定已经恢复正常，大家才放心回家。欣欣，你明天要工作，等下我负责监督他们洗漱，你早点休息。林洛星笑眯眯的点头。萌萌跟嫣嫣也不要玩太晚哦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放心吧，我会哄妹妹睡觉的。顾老爷子眼尖的看到他们进来，连忙快速迎了上去。你们回来了，老简怎么样了？顾叶白把小萌萌放到地上，已经恢复正常了。顾老爷子诧异的皱起眉头。怎么这么快啊？怎么了？顾老爷子本来打算带老夏一块去约简老爷子钓鱼的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可惜，毕竟老简精神错乱的样子还挺好玩的。顾老太太走了过来。你胡说什么？人家恢复正常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顾老爷子冷不丁被呵斥，有些尴尬的挠挠头。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林洛星捂着嘴打了个哈欠。爸妈，我先回房间了。顾老太太心疼儿媳妇工作辛苦。好，累坏了吧？我会帮2个孙女洗漱，您也快去休息吧。林洛星感动的点点头。谢谢妈。林洛星上楼时刚好遇到白洛尘。欣姐，你们回来了。林洛星点点头。我有点困，先回房间了。白洛尘点点头，继续朝楼下走去。你们回来了。洛尘哥哥，我听爸爸说你这2天在拍广告。白洛尘微笑着点点头。是啊，这还要多谢叶白哥的帮忙，不然也没有这么顺利。都是自己人，不需要这么见外。就是呀，洛尘哥哥，你就拿这里当自己家，千万不要客气哦。白洛尘伸手揉了揉小萌萌的头顶。好，谢谢萌萌。顾灵烟站在一旁撅着小嘴嘟囔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房间吧。小萌萌点点头。洛尘哥哥晚安，爷爷爸爸晚安。顾老太太带着2个孙女洗漱。你们2个早点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好，奶奶晚安，姐姐晚安。顾灵烟也闭上眼睛，晚安。顾老太太走了出去，碰见上楼的顾叶白。叶白，你最近工作很忙吗？顾叶白不太明白母亲的意思。还行，怎么了吗？如果不忙，也该给萌萌生个弟弟妹妹了。顾叶白尴尬的红了脸。妈，你别胡说，我先回房间了。顾老太太看着落荒而逃的顾叶白叹了口气。这孩子真是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顾叶白摇摇头。没事，就是我妈催我们给萌萌生个弟弟妹妹。林洛星脸红的白了他一眼。上次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让萌萌不开心，你可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提这件事。顾叶白点点头。我知道了，不过欣欣，我们也确实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林洛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考虑什么？顾叶白2手一摊。当然是要弟弟妹妹了。林洛星深吸一口气，气鼓鼓的把顾叶白赶出房间。你自己慢慢要，我睡觉了。顾叶白无奈的看着房门。欣欣，你别生气，我都听你的。我要睡觉了，你今晚睡客房。顾叶白低着头重重的叹了口气，转身往客房走去。第2天，当顾叶白盯着一双黑眼圈出现在客厅时，小萌萌和顾灵烟都从沙发上跑了过来。爸爸，你的眼睛怎么黑了？
对呀，爸爸，你昨晚没睡好吗？顾叶白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没有，爸爸睡得很好。妈妈呢？这时顾老太太走了过来。星星吃完早餐已经去工作了，萌萌嫣嫣过来吃早餐了。顾灵烟牵着妹妹的手，妹妹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都闻到小笼包的香味了。好呀，爸爸你也快一点哦。顾叶白点点头。好，爸爸先去洗漱，一会就过来。早餐过后，顾叶白把2个女儿送到学校门口。嫣嫣在学校要照顾好妹妹。顾灵烟牵着小萌萌的手。爸爸你放心，我肯定保护好妹妹。小萌萌开心地朝顾叶白挥挥手。爸爸再见。对了，爸爸，过2天就是乐乐的生日，我想亲自给她准备礼物，你可以帮我找一个服装设计师吗？我想做一条裙子送给她。那我也要亲手为妹妹设计一条最漂亮的裙子。小萌萌抱住顾灵烟的胳膊，姐姐最好了，萌萌也要给姐姐、给精灵、给妈妈、给娜娜做裙子。顾叶白无奈地笑笑。那爸爸呢？你们2个把爸爸都忘了吗？小萌萌诧异地看向顾叶白。爸爸也要裙子吗？顾灵烟扑哧一笑。爸爸这是吃醋了。好了，爸爸知道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小萌萌和顾灵烟刚进校门就遇到了夏天。小天哥哥，萌萌早上好，我先回教室了，妹妹你也快回去吧。小萌萌点点头。知道了，姐姐。萌萌，我送你回教室。萌萌，上课要认真听讲，有不懂的下课来问我。小萌萌认真的点点头，但又立刻摇头拒绝。小天哥哥，姐姐让我有不懂的就去问老师，不能总是去麻烦你。夏天眉头紧皱。那萌萌也觉得是在给我添麻烦吗？小萌萌想了想，有些犹豫的点点头。小天哥哥，你快回去吧，要上课了。夏天没有说话，转身就走，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心情有多糟糕。徐乐乐背着书包来到小萌萌面前。萌萌，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呀？我也刚来。乐乐，我们进去吧。徐乐乐点点头。好。2人手牵手经过讲台旁边时，身后跑进来的小胖撞了过来。乐乐小心。小萌萌被撞在地上。萌萌你还好吗？小胖回头朝小萌萌和徐乐乐扮了个鬼脸。谁让你们挡我路的，活该！小萌萌委屈地看向回到座位上的小胖。乐乐我没事。徐乐乐生气地握紧拳头。太过分了，我要让他跟你道歉。小萌萌连忙拉住徐乐乐。乐乐别去，我真的没事。徐乐乐知道自己不是小胖的对手。以后我要多吃点饭，等我长高了，他就不敢欺负我们了。小萌萌扑哧一笑。那你今天就不可以挑食了哦。徐乐乐一听有些尴尬的挠挠头。好，我尽量。精灵背着书包进来，就看到2个好朋友。乐乐、萌萌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精灵你来了。乐乐说他今天不挑食了。精灵诧异地看向徐乐乐。真的吗？乐乐，就算有青椒也要全部吃光哦。徐乐乐一听到青椒，脸色都变了。就吃一口行不行？小萌萌和精灵异口同声。当然不行。徐乐乐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原来长高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精灵和小萌萌纷纷捂嘴偷笑，连身后的吴老师进来都没有察觉。吴老师将课本放到讲台上。顾萌萌、徐乐乐、精灵，你们快回到座位上，准备上课了。小萌萌拉着徐乐乐快速坐到位置上。完了，昨天上课学的生字我又没记住。小萌萌连忙翻开课本。这个是爬，这个是走，这个是跑，这个。吴老师严肃的目光落在小萌萌身上。顾萌萌别说话了，就算你都学会了，也不能不遵守课堂纪律。小萌萌红着脸低下头道歉。对不起，吴老师。徐乐乐十分讲义气的站起身。吴老师，是我拜托萌萌教我读生字的。昨天教的生字，你回去又没复习吗？徐乐乐不好意思的点点头。我忘了。于可可站起身。吴老师，顾萌萌仗着自己都学会了就不遵守纪律，应该让她去面壁思过。吴老师看向于可可。于可可同学居然学会面壁思过这个成语了。于可可骄傲地昂着下巴。我放学回家都有认真复习哦。吴老师满意的点点头。大家都要向于可可同学学习，尤其是你徐乐乐。徐乐乐惭愧的低下头。知道了，吴老师。顾萌萌，虽然你学习能力很强，老师也很高兴看到你跟同学这么团结互助，不过这些都要在课间进行哦。小萌萌点点头。知道了，吴老师。吴老师满意的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。好了，同学们都坐下准备上课吧。于可可气鼓鼓地瞪了一眼小萌萌。下课之后，小萌萌和徐乐乐还有精灵一起抱着水杯去倒水。这时于可可和小胖直接走过来，站在精灵前面。于可可，你怎么能插队呢？于可可身后的小胖不高兴地竖起拳头。可可就愿意站在这里，不许你多嘴。精灵憋屈的想哭。老师说了，做任何事都要排队，你们这样是不对的。于可可得意洋洋地回头看了一眼。谁能证明我插队了？我本来就站在这里。小胖立刻附和着点点头。就是我们一直都站在这里，不要废话，否则我就揍死你。小萌萌抬眼看了一下不远处的摄像头。那
那里有监控，我们可以让老师调出刚才的画面，就知道是谁在插队了。徐乐乐点点头，我现在就去找老师。小胖伸手拉住徐乐乐的胳膊，你敢去告诉老师试试？徐乐乐用力挣脱小胖的手，却用力过猛，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小萌萌连忙查看，乐乐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精灵生气地推了一把小胖，你们真的是太讨厌了。小胖纹丝不动地冷笑一声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，活该。徐乐乐气愤地指着小胖，明明就是你们先插队的，你别胡说，我们可没有。这时候顾灵烟走了过来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插队还把乐乐推倒了。又是你们两个，看来不找老师，你们两个是不会长记性了。于可可有些害怕地缩到小胖身后，小胖哥哥怎么办呀？小胖虽然也有些害怕，但在于可可面前他不想丢了面子。我们班的事情用不着你管。顾灵烟用看傻子似的表情白了小胖一眼，懒得跟你们废话，妹妹，我们去找吴老师。小胖伸手想去拉顾灵烟，被他一个侧身避开，小胖重心不稳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哎呦，我的鼻子好疼！徐乐乐跟精灵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小胖捂着鼻子从地上爬起来，你居然敢打我！顾灵烟双手环胸的耸耸肩，我可没动手。再说了，你有证据吗？小胖回头看了一眼墙角的监控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狠！于可可见情况不对，拉着小胖的手催促，小胖哥哥，我们走吧。顾萌萌，你们别得意，还有你顾灵烟，我要找我堂哥来揍你。顾灵烟好笑的白了他一眼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小胖跟于可可气鼓鼓的离开之后，顾灵烟查看小萌萌的情况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小萌萌摇摇头，姐姐我没事，他不会真的找他堂哥来对付你吧？顾灵烟竖起自己的小拳头，你姐姐我的身手可不差。小萌萌点点头，我姐姐最厉害了。顾灵烟被小萌萌夸的脸都红了。走吧，我送你们回教室，中午我来陪你一起吃午餐。好呀好呀。午餐时，萌萌想吃什么？阿姨，我要培根和青椒，还要鸡腿。阿姨特意挑了一个最大的鸡腿。萌萌多吃一点才能长得壮壮的窝。谢谢阿姨。轮到徐乐乐的时候，他看着青椒陷入沉思。阿姨好笑的询问，还是不要青椒对吗？徐乐乐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不，阿姨，我要青椒。阿姨惊讶的张大嘴巴，你说你要青椒吗？众人纷纷诧异的看了过来。乐乐为了保护小萌萌，豪言不再挑食，连最不喜欢的青椒也要大口吃了。咱们来瞧瞧，乐乐你真厉害。精灵也向徐乐乐竖起大拇指。乐乐真棒，为了保护大家，这点青椒不算什么。这时候顾灵烟端着餐盘走了过来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小萌萌连忙让出点位置给顾灵烟。姐姐，我们在说乐乐打算吃青椒的事情。顾灵烟诧异的看了一眼徐乐乐餐盘里的青椒。乐乐同学，你很勇敢哦。徐乐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随后鼓起勇气塞了一块青椒进嘴里。啊，好难吃！精灵目不转睛的盯着徐乐乐，快咽下去。小萌萌被徐乐乐滑稽的样子逗笑。乐乐加油！徐乐乐在众人的目光下将嘴里的青椒给咽了下去。吃青椒可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小萌萌和顾灵烟还有精灵纷纷被徐乐乐可爱的模样给逗笑了。放学后，顾灵烟像往常一样来接小萌萌放学。此刻教室里只剩下徐乐乐和小萌萌两个人。妹妹，书包都收拾好了吗？小萌萌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姐姐，我都收拾好了。乐乐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教室，就留下来陪我了。顾灵烟感激地朝徐乐乐点点头。谢谢乐乐。徐乐乐背着书包站起身。妍妍姐姐不用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呀。小萌萌感激地握住徐乐乐的手。对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三个人一起走到学校门口，徐乐乐朝小萌萌和顾灵烟挥挥手。萌萌，妍妍姐姐，我先走了。小萌萌也挥挥手。好的，乐乐，过马路要小心哦。乐乐再见，妹妹，我们也上车吧。小萌萌看了一眼站在车旁的程南义。程叔叔，我爸爸呢？程南义看着可爱的小萌萌和酷酷的顾灵烟，整颗心都快融化了。顾总在公司，他让我接你们过去。顾灵烟用电话手表给顾叶白拨通电话。爸爸，你在哪？顾叶白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对面还有一个打扮时髦的男设计师凯文。爸爸在公司，我让程南义过去接你们。萌萌不是要自己设计服装吗？顾灵烟点点头，知道了。小萌萌歪着脑袋看向顾灵烟。姐姐，爸爸在公司吗？顾灵烟点点头，在，先上车吧。爸爸安排了设计师教我们设计衣服。程南义将小萌萌抱上车，当他伸手想去抱顾灵烟时，直接被他给拒绝了。我自己可以。程南义早就习惯了大小姐的冷酷风格。15分钟后，程南义带着小萌萌和顾灵烟来到顾叶白办公室。顾总，两位小姐到了。小萌萌和顾灵烟手拉手跑到顾叶白面前。爸爸，你给我们找的设计师在哪里呀？顾灵烟看了一眼旁边打扮时髦的凯文。妹
妹，爸爸找的设计师应该就是这位先生。凯文的注意力瞬间被眼前2个漂亮的小姑娘所吸引。顾总，这2位就是您的女儿吗？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小萌萌这才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人，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拽着顾灵烟的手。姐姐，妹妹别怕，姐姐陪你。凯文捂着胸口，满脸受伤的模样。漂亮的小妹妹，哥哥看起来很像个坏人吗？顾灵烟把小萌萌护在身后。你的年纪看上去比我爸爸都大。顾叶白仰头哈哈一笑，就是一把年纪还在我女儿面前装嫩。凯文无奈地摇摇头。好吧好吧，2位小美女，你们就叫我凯文叔叔好了。不是要教我们设计服装吗？小萌萌从顾灵烟身后探出一颗小脑袋。凯文叔叔，你真的会设计衣服吗？凯文感觉自己的自信心再次受到了冲击。你们可以质疑我的年龄，但绝对不可以质疑我的专业。设计衣服，我可是业界翘楚。顾灵烟疑惑地扫了一眼凯文。希望你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凯文一拍胸脯，你尽管放120个心，我绝对能给你们设计出最好看的作品。顾叶白伸手揉揉小萌萌的脑袋。好了，凯文是国内顶尖的设计师，我们要相信他的专业。凯文拿出一本画册递给顾灵烟，这里面都是我针对儿童设计的礼服，你们可以先看看。顾灵烟接过画册，拉着小萌萌坐到一旁的沙发上。妹妹，我们先看看，你也可以把心里想的款式试着画出来。小萌萌认真的点点头。好。顾叶白提前让程南义准备好了画本和彩笔。看得怎么样了？这里有纸和笔，你们要不要先让凯文教你们画草图？小萌萌和顾灵烟异口同声。好。凯文带着小萌萌和顾灵烟3个人趴在桌上画了10几张草图，最终小萌萌选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款式。姐姐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也觉得这款最适合乐乐。小萌萌继续低头用画笔在本子上画出另外一条款式别致的连衣裙。姐姐，我觉得这个你穿一定很好看。顾灵烟感动地接过画稿。妹妹，你画的真好看，我也要为你设计一条独一无二的裙子。嘻嘻，只要是姐姐设计的我都喜欢。顾叶白看了一眼时间，都快6点了，你们2个不饿吗？小萌萌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姐姐你饿吗？顾灵烟好笑的点点头。我们先去吃饭吧，剩下的我可以带回家画。顾叶白站起身，手机刚好响了起来。欣欣，你收工了？我听妈说嫣嫣和宝宝被你接到公司了。对，萌萌说要设计礼服送给同学，现在要带他们去吃饭，你要一起来吗？林洛星点点头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顾叶白挂掉电话之后，就看到小萌萌和顾灵烟满脸好奇地看着自己。妈妈一会也过来。现在你们2个可以告诉我想吃什么？凯文从椅子上站起来。顾总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他们2个把底稿确定之后，你派人送来给我打版制作就行了。一起吃个晚饭吧。凯文摆摆手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用餐了。2位可爱的小美女，回头见了。小萌萌挥挥手，凯文叔叔再见。再见，凯文叔叔。顾叶白伸手把小萌萌抱在怀里。 2位漂亮又可爱的小公主，想好要吃什么了吗？小萌萌搂着顾叶白的脖子，目光却落在顾灵烟身上。姐姐想吃什么？你们觉得必胜客怎么样？我没意见。小萌萌学着顾叶白的样子，将2手一摊。我也没意见。